不用血糖机，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判断自己的血糖高低？过去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时，古人其实早就发现了一些判断血糖的方法。你可能很难想象，古代的医生甚至会品尝病人的尿液来诊断糖尿病，听起来匪夷所思。但这是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带有甜味，更有智慧的医者发现，不用自己冒险尝味，只要把尿液放在地上观察，如果很快引来一群蚂蚁围绕，那就表示尿液中含有大量糖分，可能是所谓的泌尿。这些古老的方法其实就是利用身体外在表现来推测血糖状态的雏形。到了现代，虽然我们有血糖机检验试纸，可以轻松测出血糖数值，但你知道吗？你的身体其实一直在偷偷给你讯号，让你知道血糖目前是高还是低，只不过很多人没有留意，错过了这些求救讯号。根据国际糖尿病联合会的报告，目前全球几乎每10个成年人就有一个是糖尿病患者。然而，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在这些糖尿病患者中，几乎每2个就有一个还不知道自己血糖出了问题。也就是说，许多人血糖失控却浑然不觉，直到出现严重症状才发现已经患病。由此可见，学会观察身体释放的血糖讯号有多重要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，当血糖太高或太低时，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症状，又该如何从中看出自己的饮食习惯是否健康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正常情况下身体是如何维持血糖平衡的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身体有一套精密的机制来维持血糖的稳定。当我们吃进食物后，消化系统会将其中的碳水化合物转换成葡萄糖，也就是血糖。血糖进入血液，浓度上升时，胰脏会分泌一种非常重要的荷尔蒙，名叫胰岛素。胰岛素就像钥匙一样，打开细胞的大门，让葡萄糖能进入细胞，当作燃料烧掉，或者先储存起来。这样一来，血液中的糖分就会降低，回到正常水平。相反地，当我们很久没有进食，血糖开始偏低时，身体也有对应的对策。另一种激素叫升糖素，又称胰高血糖素，会登场。它会通知肝脏把储存的葡萄糖，也就是肝脏里累积的肝糖，释放到血液中，让血糖回升。此外，肾上腺也会分泌肾上腺素，动员身体的紧急能量供应。同时，你会开始感到饥饿，这是大脑在催促你赶快找点东西吃。透过这些精妙的调节机制，我们平常的血糖被维持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，既不会太高，也不会太低。因为血糖过低时，大脑就会能源不足，无法正常运作；而血糖过高时，短期内身体虽然会想办法把多余的糖分处理掉，但长期下来会对血管、神经等造成伤害。理想状态下，血糖上下浮动都在可控范围内，我们的精力和情绪也能保持稳定。然而，如果血糖调节机制失灵，或者我们一次摄取过多糖分，或长时间不吃东西，超出了身体维持平衡的能力，血糖就可能飙到很高或掉到很低。这时，你的身体会立刻拉响警报，用各种症状提醒你血糖失控啦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看看当血糖太高和当血糖太低时，身体分别会出现什么征兆。首先来看看血糖过高时身体发出的信号。如果血液中的糖分飙升到异常高的程度，我们的身体会产生一连串明显的反应，只要留心观察就能发现。频尿是第一个警讯，当血糖太高时，肾脏为了把过多的糖分排出体外，只好加班工作。你的尿液中会带出大量葡萄糖，同时为了把糖排出，肾脏会制造更多尿液，结果就是上厕所的次数变多，尿量也增加。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是先注意到自己尿很频繁，喝水不多，却一直跑洗手间，尤其是夜尿增多，更是异常现象。接着是口渴，由于尿出去了太多水分，身体变得缺水，你会觉得口干舌燥，怎么喝水都无法解渴，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赶快补水。有些人甚至半夜会咳醒起来找水喝，这往往是血糖偏高的信号。异常的疲倦和嗜睡也是高血糖的常见症状。饭后犯困虽然常见，但血糖高引起的困倦感强烈得多。当血糖飙升时，
胰岛素大量分泌，血糖剧烈波动，大脑功能一时失衡，你会突然觉得疲惫想睡，而且高血糖会促使身体进入休息模式，让人懒洋洋的不想动。许多人中午吃了很多米饭或甜食后，会出现强烈的睡意，这其实是在暗示你血糖上升的太多了。此外，视力模糊也可能是血糖过高造成的。高浓度的血糖会改变眼球晶状体等部位的渗透压，导致眼睛的对焦暂时失灵。你可能会突然发现看东西变得模糊不清，但过一阵子血糖降下来后，视力又恢复正常。如果近期出现短暂的视力模糊，同时又伴随口渴、尿多等情况，就要特别留意血糖了。高血糖还可能让人头昏头痛，血液里充斥着过量的糖分，粘稠度增加，循环变差，大脑可能供氧不足，于是感到头晕眼花，甚至出现胀痛的头痛感。有人把这形容为血液变成糖浆了，脑子仿佛浸在黏糊糊的液体里，自然不清爽。这也是身体对高血糖的抗议之一。有趣的是，精力短暂、过度亢奋也可能出现在血糖过高时，尤其是当你在短时间内摄入了大量糖分，比如连喝了好几杯含糖饮料，或吃下一大堆甜点，你可能一开始感到情绪高涨，精力充沛，仿佛突然有使不完的劲儿。这就是所谓的 sugar high 现象，意思是血糖急剧上升，让人短暂的处于兴奋状态。不过这种感觉往往稍纵即逝，因为胰岛素随即倾巢而出，把血糖拉下来，你很快又会感到没劲了。最后，别以为血糖高的人就不会饿，其实食欲变大也是高血糖的一个征兆。当胰岛素作用不佳时，细胞得不到葡萄糖，就会不断向大脑发出我很饿的信号，结果就是你明明血糖很高，却还总是觉得饿，吃完没多久又想再吃点东西。糖尿病有3多1少的典型表现，多吃、多喝、多尿，体重反而减轻，说的就是血糖高导致的反常饥饿和营养流失。如果平时吃完正餐很快又饥肠辘辘，特别想吃甜食，那也可能是在经历血糖从飙高后快速下跌的过程，身体误以为又缺糖了。这种恶性循环会让人吃进更多，血糖也越来越失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长期血糖偏高还会导致一些隐性的健康问题。你的伤口可能比较不容易愈合，皮肤常常干痒，甚至反复感染，例如皮肤霉菌感染或女性的念珠菌感染。这是因为高血糖会削弱免疫系统，又让细菌真菌特别喜欢的甜环境持续存在，身体的防御能力下降。还有一些人在糖尿病未被控制时，会出现体重下降、全身无力的情形，吃得不少却日渐消瘦。这通常发生在胰岛素极度缺乏的状况下，身体无法利用葡萄糖，只好分解脂肪和肌肉来当燃料，结果人会越来越瘦，精神萎靡。以上这些慢性变化也都是血糖过高的警讯，千万不要等到这些问题很严重了才发现，平时就应注意。接下来看看血糖过低时，身体会有哪些求救讯号。当血糖降得太低，人体也会出现一系列明显且剧烈的反应。许多人应该都有过类似的经历，比如饿过头时，突然感到头晕目眩，眼前发黑，甚至会冒冷汗，心跳加快。没错，这就是低血糖在拉响警报。低血糖发作时，颤抖是很常见的现象。由于血糖不足，身体释放大量肾上腺素想自救。肾上腺素会令心跳加速，手脚颤抖，就像紧张到发抖那样，所以你会感到心慌手抖，还可能全身冒汗。这其实是身体在告诉你，它急需能量补充。此时，你往往会突然觉得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大脑缺糖会使饥饿感暴增，你可能恨不得见到什么吃什么，而且特别想要甜的东西。很多人在低血糖时会出现强烈的求糖欲望，甚至开始狼吞虎咽，这都是因为身体急着想把血糖拉上去。还有一个典型的低血糖症状是嘴唇发麻或四肢刺麻。当血糖太低，周边神经对刺激会变得敏感且反应异常，你可能感觉嘴周围麻麻的，手指也有针刺感。这个症状常让人感到惊讶，因为平时很少会嘴麻，但低血糖却能引发这种特殊的感觉。
头脑不清楚也是低血糖的明显信号。由于大脑严重缺乏葡萄糖，你会觉得思考困难，注意力无法集中，仿佛脑袋里罩了一层雾。我们常说的脑雾指的就是这种情况，脑子变得迟钝混沌，反应变慢，严重时你可能会感觉意识模糊，甚至无法做出正常反应。除了生理反应，低血糖还会影响情绪。许多人在血糖低时会莫名烦躁、易怒。英文里甚至有个新词 hangry， 就是把 hungry 和 angry 两个单字结合起来，专门形容一个人饿到发脾气的状态。如果你发现自己一饿就心情暴躁，那其实是低血糖在作怪，不是你真的脾气变差了。必须强调的是，严重低血糖是非常危险的。如果血糖持续下降，你可能出现极度虚弱、脸色苍白，继而神志不清，最后昏厥过去。这种情况下必须立刻就医，因为严重低血糖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，甚至危及生命。所幸大部分情况下，我们及时吃点含糖食物就能让血糖回升，症状随之缓解。所以平时千万不要逞强挨饿，当身体发出低血糖警报时，就该尽快休息补充能量。另外，并非只有糖尿病患者才会发生低血糖，即使没有糖尿病，一样可能因为一些生活因素出现低血糖症状。例如长时间不吃东西，过度劳累或剧烈运动后没有及时补充营养，血糖也可能掉到偏低水平。还有一种情况叫反应性低血糖，指的是餐后血糖先升高又迅速下降，引发低血糖症状，常见于吃了过多精致糖分的人身上。比如空腹猛吃一块大蛋糕，当下血糖飙高，你觉得很嗨，但过1-2个小时后，胰岛素大量作用把血糖骤降，你就会感到疲倦、饥饿、心悸。这其实不是患了糖尿病，而是身体对大量糖分做出的过度反应。不过这也提醒我们，饮食应适量均衡，不要让血糖坐云霄飞车，以免身体吃不消。顺便一提，日常生活中容易和低血糖混淆的还有贫血和低血压。有些人头晕无力，就怀疑自己是否低血糖，但事实上可能是其他原因。一般来说，贫血的人平时就容易疲倦、脸色苍白，稍微活动就心跳加快，但不一定会突然冒汗或颤抖。低血压的人常在久坐或突然站起时感到眼前发黑，但静坐休息一会儿，症状就缓解，而且跟吃东西关系不大。而低血糖通常发生在空腹或劳累之后，伴随强烈饥饿感、出冷汗、手抖等特征，吃点东西后就会明显好转。借由观察这些差异，可以大致判断原因。但如果无法分辨，建议寻求医生协助，透过测血压和验血排除其他问题，以免误判。说了这么多，你可能会好奇，难道我们平时的饮食习惯真的会左右这些血糖症状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事实上，现代很多人的生活作息和饮食方式，正是导致血糖忽高忽低的元凶。让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日常例子。假设有个上班族小张，早上为了多睡一会，出门时干脆不吃早餐，肚子空空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到了上午10点多，小张突然觉得头昏眼花，注意力无法集中，手也微微发抖，心跳加快，这是低血糖找上门了。小张连忙跑去买了一杯超大杯的甜奶茶，几分钟内就喝了个底朝天。很快，他感到精神焕发，仿佛重新充满电一般，说话也变得特别起劲，短暂进入了sugar high状态。然而不到1个钟头，这股亢奋劲儿就消失了。小张又开始觉得疲倦乏力，还有点饿意上来。好不容易熬到中午，小张饿坏了，一口气点了很多白饭、面条和含糖饮料，大吃特吃。饭后没多久，他只觉得眼皮直打架，整个人昏昏欲睡，连打字都提不起劲。这是因为血糖在刚才猛涨，现在正高得离谱，让他犯困了。下午2-3点，小张开始觉得口干舌燥，不停地灌水，却还是渴得难受。他跑洗手间的次数也明显增加，这是高血糖在作祟，血里的糖分多得排不完，只能不断跑厕所，身体也因此严重缺水。接着，小张盯着电脑屏幕，发现字有点看不清楚，甚至出现轻微的头痛。没错，血糖太高已经影响到他的视力和大脑了。到了下午4点多，
距离午餐已经好几个小时。之前为了降糖而释放的大量胰岛素，这时让血糖掉到了较低水准。小张开始觉得烦躁不安，对同事的玩笑也爱理不理，甚至一点小事就惹得他生气。这又是血糖从高峰掉落后的低血糖反应，让他的情绪失去了平衡。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，前面车子稍微慢了一点，他就猛按喇叭，嘴里嘟囔着骂人。此时的他已经彻底处在 hangry 的状态。回到家，狼吞虎咽地吃完晚饭，血糖总算回升，他也终于从焦躁中缓了过来，但整个人早已精疲力竭。小张这一天可谓做了一趟血糖过山车，而这背后其实就是不健康饮食习惯在作怪。不吃早餐，爱喝含糖饮料，暴饮暴食高碳水大餐，种种行为导致了血糖的大起大落。长期处于这样的循环，身体怎能不垮呢？也难怪他总是觉得累、渴、脾气差，这些都是身体在向他抗议。要避免走上小张的老路，我们就得从源头入手，改变饮食习惯来稳定血糖。很多人听过低 GI 饮食， GI 指的是升糖指数，也就是食物让血糖上升的速度。的确，选择 GI 较低的食物有助于避免血糖飙得太快，但光看 GI 是不够的，总碳水化合物摄取量也很重要。如果只顾着 GI 低就大量进食，一样会出问题。举例来说，黑巧克力的 GI 比白米饭低，可是如果你吃下半斤黑巧克力，摄入的糖分远超一碗饭，血糖仍然会暴冲。相反，有些 GI 高的食物少量吃影响也不大，比如西瓜的 GI 偏高，但西瓜水分多，含糖密度低，吃几片也不会比一碗饭升糖更多。所以真正该注意的是控制糖和精致淀粉的总摄入，以及均衡营养搭配，而不是迷信单一指标。综合专家的建议，我们可以遵循以下几条原则来保持血糖稳定。首先，规律用餐，不要让自己长时间处于空腹状态，更不要为了节食总是挨饿。3餐定时定量，可以避免血糖大起大落。第二，如果你经常觉得血糖不稳，少量多餐是不错的策略，在2餐之间可以加一小份健康点心，例如一把杏仁、半根香蕉或一杯无糖优酪乳，帮助维持血糖平衡，这样就不会饿到低血糖，也避免正餐时暴饮暴食。第三，选择复合碳水化合物代替精致碳水，也就是说，多吃全谷杂粮、蔬菜水果，少吃白米白面包、糕饼甜点。复合碳水富含纤维，消化速度慢，葡萄糖释放的比较均匀，血糖就不会一下子窜升再急降。第四，搭配足够的蛋白质和纤维，每餐中都应该有一些优质蛋白质，例如鱼、瘦肉、蛋、豆类以及膳食纤维，例如蔬菜、豆类、水果，因为它们能减缓碳水的吸收速度，避免餐后血糖冲得太快。纤维还能增加饱足感，让你不会很快又饿。最后，远离含糖饮料和高糖零食，奶茶、可乐、蛋糕、饼干这些充满精制糖的东西，是血糖稳定的大敌。随手一杯珍珠奶茶的含糖量可能就接近你一天的建议糖摄取上限，喝下去血糖肯定飙。能不喝就不喝，解渴请以白开水或无糖茶饮为主。想吃甜食时，可以选择低糖水果来替代，养成清淡少糖的口味。一开始也许有点难，但时间长了，味蕾会适应，身体也会回报你更稳定的能量和健康。除了饮食之外，规律运动对稳定血糖也很有帮助。运动时，肌肉细胞会大量消耗血糖，而且运动能提升胰岛素的敏感度，让血糖更容易被利用。所以每周至少进行几次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，加上适度的阻力训练，能让你的身体对血糖的管理更加得心应手。不过要记住，运动前后要适当补充水分和一点碳水，以免发生低血糖哦。再者，良好的睡眠和情绪管理也不可忽视。长期压力会促使压力荷尔蒙，例如皮质醇分泌增加，这种荷尔蒙会令血糖水平上升，导致高血糖持续发生。同样地，睡眠不足的人，胰岛素作用效率降低，更容易出现血糖代谢问题。因此，保持规律的作息和适当的减压方法，如运动、冥想、培养兴趣，都有助于稳定血糖。
简单来说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全方位的，饮食、运动、睡眠、心理都要兼顾，才能让身体的血糖调节机制运作顺畅。当然，再完善的预防也不可能100%杜绝所有问题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高血糖或低血糖症状，千万别忽视，尤其是有糖尿病家族史、肥胖、三高等风险因素的人，更要提高警觉，建议主动去医院检查空腹血糖或糖化血色素 HbA1c， 了解自己的血糖状况。如果真有异常，及早在医生指导下调整饮食和治疗，比起事后补救要容易得多。现代医疗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监测血糖的利器，例如可以贴在手臂上连续监测血糖的仪器 CGM， 让人及时掌握血糖变化。不过这些通常用于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，对一般人来说，我们更需要的是养成良好的习惯，以及对身体讯号保持敏感。如果平常就能注意到血糖升降的蛛丝马迹，就有机会及早预防，更正自己的饮食生活方式，或在必要时及早就医。总而言之，饮食习惯好不好，身体最诚实。你的血糖波动其实正反映出你的生活方式。当你饮食均衡、作息正常时，血糖通常也平稳。刚才那些令人不适的症状就不太会找上你。反之，若你经常暴饮暴食或挨饿，嗜甜饮料或甜食，身体一定会频频发出警报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倾听这些警报，及早做出改变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你认识血糖过高和过低的症状，并引起对自身饮食习惯的重视。只要从现在开始调整，养成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，你的身体一定会回馈你稳定的能量和健康。